这鼠标真厉害，点一下就爆了。在9月4日，江苏一辆3轮车疑似煤气罐泄漏，导致突发爆炸，现场瞬间冒起大火。所幸人员只是受了点皮外伤，真是万幸。但是，一家奔驰 4S 店门口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浙江一家奔驰 4S 店门口，一辆奔驰 EQB 试驾车在充电的时候自燃，随后火势越来越大，也让旁边的一辆新能源车同乐，一起烧没了。在中国各大媒体的宣传下，电池厂家被扒出用的孚能科技3元锂电池，自燃的时间也不固定，不支持预约。网传有人半夜在自家阳台拍到一辆停在马路边上的车辆自燃，从远处看分不清楚是新能源还是油车。单就停放的位置，前后都有车，如果没有消防及时灭火，估计又有几个车主要受伤了。也有开着开着就自燃的，消防自己发布的消息，汽车正常行驶中，副驾驶位置突然冒出火花，随后起火并蔓延开来。现场火光冲天，消防来了也没用，最后烧的只剩下框架了。也有在闹市区自燃的，从燃烧的火焰上看，应该是刚烧没多久。吃瓜群众也很聪明，隔这么远拍，自燃导致交通拥堵，没人敢靠近，只能静静地看着它烧光。对于新能源车的自燃，杭州一酒店就出了大招，在网上引来很多的争议。有新能源车主表示自己被冒犯到了。9月4日，有网友爆料，杭州萧山区雷迪森伯利大饭店的地下车库禁止新能源车停放，并且有保安在劝阻，引导新能源车去旁边的宽体车库停放，并且停车场旁边还放了一块告知牌，上面印刷了广州新能源车车库自燃引燃多车和韩国新能源车自燃烧毁约140辆车的图文内容。对此，也有很多网友表示支持。停入地下停车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条新闻，我呢是看到了啊。首先，我就生活在杭州，我觉得我们杭州的速度还是比较蛮快的。我不知道你们针对于这家酒店，你们有什么看法，或者你们有什么想去说的。首先，我先表明我的立场，我非常赞同酒店的做法。电动车如果停入地下停车场，发生了自燃，造成的损失，该由谁来去承担？保险公司还是厂家，还是你个人能够赔付得起啊？因为现在电动车发生的自燃的概率实在是太高了，不怕1万就怕万一。我很赞同酒店这一做法，因为电动车一旦在地下停车场发生自燃的话，那整个地下停车场全部会遭殃的。首先，电动车发生自燃，它是扑不灭的，消防车它也下不去。会有很多人会去说油车也会发生自燃，对，油车确实也会发生自燃，但是油车发生自燃，它的速度是很慢的，它是能够扑灭的。那个电车停在那边停着，或者在充电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生自燃的。油车停在那边停着，发生自燃的概率它是非常低的。所以我很能赞同酒店这一做法。我觉得接下来会有很多地方都会禁止新能源的车子停入地下停车场。国货之光的裤衩子又被扒下来了，比亚迪免费更换电池的套路被曝光了，简直就是有损国产品牌的形象。江西一位网友曝光说，自己花了30万左右买了一辆比亚迪，那原本续航是500公里，但开了几年之后呢，电池衰退严重，只能开不到300公里。拿去 4S 店检测之后呢，达到了衰减25%的一个标准，于是同意给网友进行了电池更换。但没有想到更换之后的电池呢，续航也不过将近300公里。原本电池的一个配场参数是 82.8 度电，而更换的新电池只有69度电。而我怀疑 4S 店是用旧电池代替新电池。记者致电了比亚迪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电池是新电池，但是呢，电池标准不一样。所谓的动力电池是会根据车辆的行驶年限来匹配一定衰减值的电池。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比如说这辆车你开了4年，那给你更换所谓的全新电池，电量只有90%。那如果这辆车你开了10年，那给你更换的全新电池
电量可能只有70%以上的数据，只是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哦，并不是真实的数据，但根据工作人员所说的，它就是这个意思。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包法的规定，在包修期间内的一个零配件更换质量，不得低于原车配置零部件的质量。也就是说，如果这辆车出站的时候，它的一个电池续航有500公里，那么更换下来的全新电池的续航也必须是500公里。所以现在各位知道了吗？比亚迪他们所谓的保修期内电池免费更换的套路是什么了吗？最后记者也咨询了浙江省消保委的专家，他表示比亚迪在这方面的说法简直就是没有道理，同时也表示，如果客户在遇到相关厂家或 4S 店进行原配件更换时，所更换的配件未达到国家三包法的规定，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消保局进行投诉。比亚迪作为所谓的国产民族品牌，他们的售后居然如此，真的会让部分比亚迪的车主感到非常的无语。起码这位曝光的车主肯定会这么想，不知道他的第二辆车会不会继续选择比亚迪呢？有网友表示，比亚迪真厉害，不愧为大厂，可以按照年限换不同的电池。这个换的新电池应该叫做全新的二手电池。虽然听得有点怪，但是它确实是全新的，也是二手的。换了新电池后，续航不会增加，会随着年限续航一直掉。6年后自己就开到了报废厂，拿好补贴走人。连二手车市场都不用流通，纯的遥遥领先，一废到底。再看一下，号称是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到底是个什么水平？你这个视频好吓人啊！按照道理，纯视觉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陈先生你好，开的什么车？东风蓝图新飞。哦，蓝图 Free 什么时候买的？去年2023年的8月29号提车的。提车1个月之内吧，然后就出现这个车机这个3连屏黑屏的现象，然后我第一时间给厂家反馈了，也配合他们上传这个日志啊，包括到店这个检测，但是至今呢，一直这个问题也在反复出现，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我当时买车啊，花了1万块钱选装了这个百度阿波罗的这个辅助驾驶软件。这个软件也是从买车到现在频繁出现各种问题。经常性的就是恶意加减速，然后那个高速的话往应急车道上开。好几次就是差点就是撞上那个隔离墩了。它这个支架不好用。这个问题有跟他们反馈过吗？经常把车开到4S店去给他们配合上传数据什么的。但是每次上传数据之后，他们就没有下文了。哎呦，你这个视频好吓人啊！按照道理，纯视觉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其实呢，这个不应该是往右边走的，但是它却往右边走，应该是正常再往前走。其实你应该是直行。对。但是他的判断突然变成了向右，你都跨越实线嘞。对，是。他最后这位车主是直接骑过了实线，朝着应急车道边上的那个大石墩子就上去了，最后你人工介入了。我因为这个路口我频繁出现问题，我也频繁跟他们反馈，他们也各种修复。以前还不往这个应急车道上撞，现在还往这边撞，现在是。那这么多的毛病，后续蓝图汽车合并着给你处理了吗？包括你的3连屏，包括你的这个支架？一直没有处理。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当地的一个经理，他也一直在配合我。包括昨天他跟我说，我有点没法接受，就是我觉得是他们应该先把这个问题去给我解决了，再跟我去聊赔偿的事。他现在直接就跟你聊赔偿了。对，这个问题他们就是好像就是根本就解决不掉这个问题。你的这个感觉对味儿了。一般车企处理这样的问题，他会采用2种方式：能修车的修车，修不好的赔钱让你忍着。我没法接受现在。理解。那么关于支架的问题，因为他们有供应商，就是这个百度的阿波罗支架的一个软件。我现在通过你的视频，非常感谢你啊，让我们广大的网友也看到了，不好用。就是不好用，而且像你白天大晴天，地表标线十分清楚，前方大巴车长得也非常标准，纯视觉是不应该发生刚才视频当中的这种压上实线的情况的。它不具备扬尘、雨雾或是恶劣天气情况都不具备，天气情况良好，状态良好，判断失误。而且我听你跟我的讲法是多次失误是吧？多次，我就是这1年吧，1年不到时间，这个问题软件问题我经常反馈，他们一直跟我说会 OTA 更新，但是到现在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当时他们宣传的就是什么那个加双引号的那个 L4 啊，他们还敢宣传 L4 啊？对，他们加双引号的准 L4。天哪，过分自信了。L4 是脱手型的自动驾驶，
好，那关于软件的问题，如果它要解决的话，的确是需要时间去做 OTA 升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关于硬件的问题，包括你跟我讲多次出现3连屏、黑屏、死机，画面当中我也看到了有直接卡住，包括你的那个导航不动了。或是我看那是你女朋友吧，手长得还挺好看的，在那块戳，它这触屏也已经失效了。对。那关于这个硬件的问题，蓝图汽车总要给出一个说法吧？这总能修好吧？不能说我产一个车啥我都修不好啊。这个也没有彻底修好，咱实话实说，确实是有一点进步，比去年的话会好，但是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维修了几次了？这1年之内哈，我陆陆续续配合他们上传日志，包括到店去提取这个新车日志，加起来最少是有10次的。10次？截止到目前为止，这台车当前剩下的问题还有哪些？就是一个是阿波罗智驾，还有一个就是车机这个频繁重启死机。明白。那今天打电话过来，您的诉求是什么？我诉求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百度阿波罗智驾我可以不用了，我让他们把这1万块钱退给我。第二个就是这个车机这个频繁这个重启死机这个问题，希望他们能解决最好吧。如果说不能解决的话，您觉得就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去怎么争取自己的权益？这个实话实说啊，蓝图汽车解决不掉，他是愿意跟你谈赔偿的。我们也不能上来就给人蓝图骂一顿啊！但是因为你找我之前，其实他已经找过你说愿意跟你谈赔偿了，但是因为你觉得问题没解决，所以你们还没开始谈。对，我现在就没跟他谈赔偿。针对这个黑屏死机这个现象，我能接受，但是这个百度阿波罗这个软件，我是彻底是不敢用了。好，我首先跟小白来说一下，咱这边还是很给力的。昨天咱这边介入之后啊，他们这边当地的一个店长哈，就跟我就是见面去聊了这个事情。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跟我说，跟总部那边没有商量好，说今天早上9点半再给我答复，然后到现在也没有跟我有相关的解决的方案。没有解决方案。他们说他们店里头权限比较小，需要跟这个总部去协商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也不咋给力啊，我听着。我觉得很给力了，我反馈这么久，我头一次见到他们店长。我有点生气，实话说，为什么呢？因为蓝图汽车公关给我们的回复是针对问题做了技术分析，和客户进行诚恳的沟通，目前已经达成一致，客户对处理结果满意，感谢咱们监督。这是发给我们城市之声的回应。如果今天你上线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那我觉得我算是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可是你刚才告诉我，其实店里除了进行店长级别的交流，说他们权限较小，诚恳嘛算诚恳，但没用啊。这事儿我帮你继续去催，好不好？好，谢谢了。蓝图的消费者人多好呀，他上来跟我说，哎呀，小飞啊，你还是非常给力的。我的微笑的背后就是解决了吧，小样。笑早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的事情不能半场开香槟。真的，就早知道那一下，我稍微冷静一下，来接着催着吧，怎么办呢？是不是？这就是国内号称L4级的智能驾驶的水平，真的是很垃圾。这还是要和特斯拉合作的百度提供的方案，让人哭笑不得。如果车主运气差点，估计已经不能自己谈赔偿了，要家属代劳才行。国内车企吹牛逼是遥遥领先，但是在前几天却吹到了钢板上，场面一度非常尴尬。标配满血的图灵底盘，全系标配 CDC 连续阻尼减震器及空悬，全系标配我们的图灵数字底盘最领先的、最先进的，对吧？刚吹完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的视频，采埃孚就发布了声明说 CDC 是采埃孚公司的商标，请不要将 CDC 作为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的简称和相关的技术代称。CDC 是采埃孚公司的商标，德国财富公司一纸声明，让国内新车的光圈陷入尴尬。在国际上用在高端车型的 CDC 减震器，近1年来在国内大量装配到了30万以内的新车型，新车宣发时都会强调采用了 CDC 减震，随之 CDC 的概念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采埃孚一纸声明的意思是CDC 我注册了商标，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提了，要提醒同时使用注册商标标志，或者明确该品牌为我司旗下，如采用采埃孚公司的 CDC 减震器产品。这样的表述方式 CDC 是什么？英文 Continuous 档案柄 Control 的缩写，直译过来就是连续阻尼控制。这种先进的减震技术
能根据道路状况和驾驶风格实时调整减震器阻尼，提供更好的驾驶体验和车辆控制性能。这项技术确实是由德国著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采埃孚的子公司萨克斯开发的。CDC 减震器的核心是一个电子控制单元，能够实时接收来自车辆各部位的传感器信号，这些信号包括车速、转向角、刹车控制、加速度等信息。ECU 利用这些信息计算出最佳的阻尼减震值。CDC 减震器内部有一个可变阻尼阀门，其开度由 ECU 控制。通过改变阻尼阀门的开度，可以调节油液流过阀门的速率，从而改变减震器的阻尼力。这一过程几乎是实时的。调整频率可以达到每秒几百次，确保了减震器能够根据路况和驾驶状况快速调整，提供最合适的阻尼。在国内市场上，别克品牌是早期采用 CDC 技术的先驱，像之前的君威和君越高配车型普遍采用了该系统，但别克将其称谓为全时主动液力减震稳定系统。其他公司用类似减震阻尼控制原理技术，各自叫法不同，比如大众叫 DCC， 标致叫 M 瓦，极客叫 CCD 等，但这些叫法一般人还不一定太明白是啥意思，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这下尴尬了，以后新车宣发，除非你使用的是采货配套的 CDC 检测系统，否则你就得重新起个名字，还得做特别的解释。否则受众真不知道是能达到什么功能和作用。财富也够厉害，之前你们宣称我不管，等你们把 CDC 的概念讲得几乎人人皆知，突然来个声明 CDC 不能随便说了，真是高呀。所以说牛逼在国内虽然不上税，但是有时候吹得太过了，老外就有可能过来给你一个大嘴巴子。妈蛋，都7比0了，果然我还是无能为力。难道我注定拯救不了中国足球吗？哎呦我天，比赛都输了，你们兴奋个什么劲儿啊？教练，6八分道歉由我去，好了，都别吵了。教练，那你要独自出风头？哎，哪儿的话，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 ，team。这次输了，我们就解散了。这次道歉可是我们的谢幕演出啊！道歉算哪门子演出啊？这次我们不能再怪天气、怪草坪、怪观众、怪时差。这次我们一定要道出心意，道出水平，一定要不留遗憾。